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现在呢，我们正在学习的是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程。那我们现在呢，学习的是6级阅读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找病句的题目。在前边已经讲过了非常多的课程，那包括很多的结构语法，还有我们也提到了一些重要的词汇。那特别是上节课呢，我们讲到了一些近义词，课时比较长，大家一定会特别累。那现在呢，今天这节课里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关联词关联词呢，比如说像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即使也既然就等等，不是而是等等这些词，我们都叫它关联词。那么大家如果在一个句子里边发现了关联词，你一定要考虑的是前边是什么，后边是什么，用这个关联词合适不合适。其实更多的是要求大家考虑一下这两个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用这个到底应该不应该。所以呢，我们关联词的部分主要考虑的还是逻辑关系。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我们先来试一试，看一看这个关联词要怎么去查看它有没有问题。首先我们来看 A， 他在这部戏中扮演的是一个反面角色。在这部戏中扮演的是什么？是什么角色？那我们明白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是一个演员的话呢，他的工作就是去表演。他在一个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电视剧也可以说戏，电影可以说戏。那在这个戏里边呢，他会扮演一个角色那这次呢，他在这部戏中扮演的是一个反面角色，他扮演的是一个坏人。那这个句子是没有问题的，是正确的。当然大家也要记住，他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好，我们来看 B， 狡猾和聪明的差距体现在道德上，而非智力上。那在什么上，而不是在什么上？而不是什么上？那在 A 上，而不是在 B 上，那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体现在哪里？体现这个词非常重要，大家要认真的去学习它的意思和用法。C， 先行一步，也许是冒险，所以谁敢说冒险不是一种成功的契机？这里我们看到了所以，那我想问的是，大家要从意思上分析一下，前边和后边你来分析这个地方用所以是不是合适呢？前边是因为，后边是所以的关系吗？是这样的关系的话呢，它就是对的。如果你觉得不是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句子就是错的。好，可能同学们不是非常的确定，那我们先来看 D 对不对蝶泳是游泳项目之一，从泳姿上看，好像蝴蝶展翅飞舞，所以称为蝶泳。这个句子从什么方面看好像什么什么，所以称为什么？没有问题。A、B、D 没有问题， C 是错误的。那这个地方放所以就是不对的。为什么这么说？也许是冒险。冒险这个词它有一点点不好的意思，就是你去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个是冒险。他说谁敢说冒险不是一种成功的契机？成功是好的呀，前边是有点不好的，后边是好的，那你不可以用所以，对不对？前边好，后边不好，
这是一种转折的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用所以，而应该用但是。也许是冒险，但是谁敢说冒险不是一种成功的契机呢？谁能这么说呢？所以这个谁敢说这样啊？没有人敢说，所以就是冒险是成功的契机啊。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谁敢说不是双重的否定，意思是肯定，所以有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混乱。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也许是冒险，但是也是一种成功的契机，所以我们应该用但是，而不应该用所以。那现在同学们再来认真的读一遍正确的句子。先行一步，也许是冒险，但是谁敢说冒险不是一种成功的契机？那现在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句子舒服多了呢？那特别是这里边，谁敢说不是？谁敢说不是？没有人敢说不是，那就是是。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冒险是一种成功的契机。那同学们在这里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用法？就是谁敢说什么什么不是什么什么呢？那意思就是是的。好，这个句子它的错误的点就在于我们的关联词错误，所以你要考虑的是这个关联词的前边和后边它的关系是什么，从逻辑上讲应不应该用这样的一个词。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在 ABCD 里边只要你看到了关联词，你就应该马上去分析前后的关系到底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继续看一个题目。萱草又叫忘忧草，俗称黄花菜啊，叫什么称什么，没有问题。B 说不，既然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艺术。那同学们不知道有没有学过既然啊？其实大家应该学过，而且你应该知道怎么用。用既然的时候呢，我们说既然就，它表示的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这个事实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回家了，打开冰箱没有东西，我不想去买蔬菜，我也不想做饭，我不喜欢做饭啊。那我的男朋友跟我说，那既然我们都不想做饭，那就出去吃吧。既然大家都不想做饭，那就出去吃吧。所以前边是一个因为，是一个事实，后边是一个结论，是一个建议。前面啊，那前后的关系我们清楚，那既然应该和就在一起。这个句子里边说不是一种权利，是一种艺术，不能用既然就啊，当然不能用。那应该用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更应该是对的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可以说不但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艺术，这样是可以的。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它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艺术，这样也是可以的啊。同学们现在是不是稍微熟悉一点了呢？既是什么，更是什么，既是什么，又是什么，都是可以的。或者你甚至可以用不但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艺术，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两个词它们不应该在一起，而且它放在这儿是不合适的，从逻辑上讲是不合适的。那 B 是错误的， B 是我们的答案。 C 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每次出差，他总会给孩子们带许多当地的风味小吃回来。带什么东西回来？
没有问题。D， 成功有个副作用，就是会使人认为过去的做法同样适用于将来。那这个句子是成功的副作用是什么呢？使人怎么样？那记得看到使，你也应该要小心一点儿，它是不是应该用使？什么东西使人认为怎么样？好像是对的，那这个句子是正确的。认真的读一遍，这个地方的使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你回去查一查，看一看我们的关于使的课程啊，在前面的几节课里边是有的，认真的学习一下。那这个问题答案应该要选择 B， 问题就在于应该用既更，而不能用既然。好，我们再继续看，大家注意前后的逻辑关系。批评也要讲究方法和艺术，那么结果只会与初衷适得其反。那么要讲究这个结果只会与初衷适得其反，这是反过来的，和你的想法是相反的。我们要讲究和你的想法相反，这个也不是因为所以如果那么的关系，它应该是相反的意思，对不对？大家如果考虑意思和逻辑的话，就会发现那么这个词放在这儿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要讲究方法和艺术，那么会有好的结果。他说会与初衷适得其反，是不好的结果，当然不对。那我们应该用什么呢？我们要讲究，那如果我们不讲究的话会怎么样呢？就会产生这个结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应该用那么，应该用否则。我们要讲究艺术和方法，如果不，结果会与我们的想法相反。那同学们现在读这个句子，是不是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的顺畅呢？好，那在这里就是关联词的问题，你要考虑前后的关系。看这个句子，这篇文章的构思很巧妙，而且语言表达不够深刻。巧妙是好的，不够深刻是不好的。你能用而且吗？而且的前边和后边应该都是好的，或者都是不好的。它一个好，一个不好，当然不能用。所以应该用什么？我相信这个句子同学们一定可以告诉老师答案，当然是但是很好，但是有的地方不好。好，这个题目比较简单，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目。挫折是美丽的，至于它给自己带来痛苦，但也能磨练毅力和激发斗志。同学们，至于这个词你们会用吗？至于这个词在所有的关联词里边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难的关联词了。现在老师要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已经决定了下个月去旅行，至于去哪儿我还没有想好。那同学们听这个例子应该能够稍微明白了至于这个词应该要怎么用。它有一点点像关于，但是呢用法跟关于不一样。我已经决定了下个月去旅行，这个部分是已经确定了。那去旅行这件事情呢，有很多不同的方面。至于去哪儿旅行，我还没有想好。所以一个事情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那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情况，这个时候我提到这个方面的时候，就会用至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北京有春夏秋冬4个季节，春天比较短，有点冷，夏天非常热，秋天也比较短，但是很漂亮。至于冬天，一直都非常冷。那春夏秋我都说了，至于冬天，所以一年有4个季节，这4个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情况。我先说3个，然后再说至于最后一个。那这个就是至于的用法。所以你前边要提到一个事情、一个情况，那不同的方面这个怎么样？至于那个怎么又不一样了？那不同的情况的话，我们就用至于。它要求你使用它的时候，要求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句子里边，挫折是美丽的，它给自己带来痛苦，也能磨练毅力和激发斗志，我们就不能用至于，因为它不是挫折的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情况，它是可以带来痛苦这是不好的，也有好的。所以呢，但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是错误的。虽然带来痛苦，但是也能磨练毅力。那你想一想，但的前边肯定不能是至于，如果一定要有一个词的话，要用虽然或者是尽管都是可以的。好，在这里也是关联词的错误，那同学们是不是清楚了呢？我们继续看，在年降雨量少于500毫升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怎么样？不能种树，但只能种草。同学们说不能什么，但能什么，好像没有问题呀。但是老师要告诉你，不能种树，但只能种草，这个句子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用不能种树，但能种草，可以用不能种树，只能种草，但是2个在一起就不行了。所以大家要记住，不能 A 但能 B， 不能 A 只能 B， 这2个都是正确的，但是但只能是不对的。同学们现在记住了吗？一定要记住，这样说是不对的。好，我们继续看，太阳能设备不用燃料，安全卫生，因为不会带来污染。同学们想一想，在这里放因为是不是合适？那你要考虑前边是不是结果，后边是不是原因。因为不会带来污染，所以太阳能设备不用燃料，安全卫生，对吗？这个是原因，这个是结果吗？当然不是，前边是原因，后边是结果。因为不用燃料，安全卫生，所以它不会带来污染，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该用因此或者是用所以。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确定老师刚才说的是，你如果看到了一个关联词，要看前边看后边，想一想它们的关系，想一想这个逻辑，你会发现有些词放在这儿是不合适的。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地球村之所以能成为现实，主要出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同学们学过之所以怎么样，后边应该跟什么？是出于吗？当然不是之所以怎么样，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或者是
主要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那在这里，同学们要记住这样的搭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即使也，既然就等等这样的固定的连接关联词、连接词，同学们要一起记住它。那这个当然就不能用出于，而应该是由于。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题目。这里边老师提到了并列，就是说呢，我们在看这个句子的时候看到了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一方面怎么样，一方面怎么样，一方面怎么样，不怎么样，而是怎么样，不在于什么，而在于什么，这样的前后应该是并列的句子。那这样的句子，我们同学们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个前边、后边这几个，它们既然是放在一起，那它们的句子结构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你不能乱写，前面是这样的，后面是那样的，是不对的。那老师这样说不够清楚，我们一起来看题目。A， 人人都需要关爱，关爱能增进两个人的感情，拉近两个人的距离，但是这种关爱的前提是适度，前提是适度 ，A 是 B 没有问题，要增进感情、拉近距离都没有问题，而且你应该记住，增进感情、拉近距离用法意思要记住。B， 人们在财务困境中挣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在学校里学习多年，却没有学到任何关于金钱方面的知识。那学了很多年，没有学到金钱的知识，用却可不可以呢？但是可不可以？可以。C， 1940年11月27日出生的李小龙，虽然不是最早进入好莱坞的华人，却是最早成为国际巨星的功夫演员，不是 A 却是 B， 对不对？但是是 B 他不是最早进入好莱坞的华人，但是他是最早成为国际巨星的功夫演员，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看 D 的问题在哪儿了。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一方面要努力学好外语，一方面要学好本民族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两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要怎么样，一方面要怎么样。那前边说要努力学好外语，后边说学好本民族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它当然就是不对的。我们说过，一方面什么，一方面什么，前后结构要保持一致。所以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外语，另一方面要学好本民族语言，这个才是对的。好，那我们这个大家是不是已经清楚了呢？我们继续看 A， 要了解一个人，不妨看他读些什么书，这跟观察与他来往的朋友一样有效这个句子跟什么什么一样有效不妨我建议你看看他读什么书，这个句子没有问题。那不妨这个词的用法你要记住。B，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那不在乎 A， 在乎的而是 B， 那就不对了呀，是不是我们看看正确的应该怎么说呢？不在乎 A， 而在乎 B， 或者是我在乎的不是 A， 而是 B这样两个都对，但是不在乎 A，
在乎的而是 B， 它就是错误的啊。我在乎的不是 A， 我在乎的而是 B 啊，或者是我在乎的不是 A 而是 B， 这样就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句子它就是错误的。那现在同学们明白了吗？我们不在乎目的地，而在乎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好，那我们看 C 和 D 都是正确的句子。C， 老舍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没有问题，非常简单。他创作了文学作品是什么什么什么，没有问题。D， 三角洲是什么？三角洲是河流流入海洋或湖泊时，因流速减慢所携带的泥沙大量沉积，逐渐发展成的冲积平原。那是的冲积平原，所以三角洲是冲积平原。这个句子特别长，所以同学们不要乱。那因为从平面上看像一个三角形，所以叫三角洲。这个句子也没有问题，但是它有点长，有点难，所以同学们记得多读几遍啊！你可以把视频停下来，认真的多读几遍，这个句子是正确的。那我们再来看一遍，不在乎 A 而在乎 B 是正确的，在乎的不是 A 而是 B 也是正确的，上面这个是错误的。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这里也看到了，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和别人相像的地方，也在于他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相像的、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也的关系吗？不在于，也在于，放在一起是不是奇怪呀？不在于，也在于，很奇怪，对不对？啊，你应该说不在于 A 而在于 B， 或者说不仅在于 A 也在于 B， 或者还在于 B。 不的话应该用而，不仅应该用也或者还，那这两个是正确的。所以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不一样的这个价值，它不在于他和别人相像的地方，而在于他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样用不在于而在于意思才是对的。同学们是不是觉得下边这个句子就舒服多了呢？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应聘这个职位需要有良好的文字功底，有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最好还能有相关的工作经验的人。有文字功底，有责任心，有团队合作精神，还能有人。那前边都是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后边变成了有什么人，那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说过，你看到了并列的，你一定要看前后它的结构必须要保持一致。所以呢，有良好的文字功底，有责任心，有团队合作精神，还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就行了，不要得人了。不要得人了，因为功底、心、精神、经验，他们是一样的不能用人人跟他们没有并列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看到了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一方面怎么样一方面怎么样，所以这些都应该是并列的，他们都应该有差不多一样的结构所以
这个句子是错误的，那这个句子才是正确的。好，那到现在，我们的关联词和我们的并列关系的句子就已经学习完了。那因为上节课的内容特别多，所以咱们这节课呀稍微讲的要少一点，我们用的例子呢也会比较简单。那大家如果看到关联词，注意想一想前边和后边是什么样的关系，用这个关联词可以不可以？还要想一想这两个关联词放在一起合适吗？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关联词它们是两个一起出现的，请你一定要认真的记住它们。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看到有并列关系的这样的两个不同的句子，一定要考虑前边和后边是不是差不多一样的结构，而且同学们要注意，那这两个逻辑关系到底对不对应该用什么，同学们是需要注意的。那这是我们的关联词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我们下节课再见。